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要来讲一下有关 Google Colab 使用者界面与基本操作。那我们在实际上开始讲 Google Colab 之前呢，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有关 Jupyter。那 Jupyter 呢，它是一个开放的互动式计算环境哦，它提供强大的这个后端平台来让我们这个程式码哦，可以在上面去做执行哦，以及它可以把这执行的结果哦，想办法往这个前端送好。那 Jupyter 的核心概念基本上它是一个记事本哦，那记事本基本上就是我们写笔记写 memo 用的那种记事本。它在这个记事本里面呢，它可以去收纳有关程式码部分哦，收纳这个文字内容以及收纳图片哦。那它整份文件呢，它是以互动的方式哦来进行这个运用的一个基础。好，那另外一边呢，这个 Jupyter 的前端呢，它提供一个简单而强大的互动界面，它可以让使用者直接在上面直接去这个查看笔记选用笔记或者是执行笔记上面的这个程式码。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它会直接从这个 Jupyter 的前端往后端去做传送那在后端呢，它会进行这个程式码处理完毕之后再把这个运算结果再往前端送。那么像目前的前端可以使用的包含这个 Jupyter 的 Notebook那这个工具呢，通常我们会这个比较习惯使用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它上面所提供的 Notebook 的功能。那如果说是在网页平台上面呢，这个我们后面会介绍，就是像这个 Google Colab 或者说像这个 IBM Watson 的 Studio， 它本身呢都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界面，让使用者呢可以直接把它程式码或者它一些这个笔记内容直接储存在云端上面然后呢要执行的时候直接从前端往后端送，然后这个处理完之后，它会再把这个计算结果送往前端让我们可以看得到。那这个 Jupyter 的储存格式呢，它的副档名叫做 IPYNB 那通常呢，我们这个 Python 的这个程式码储存的时候，它是 PY 档PY 档。然后这个 IPY 这个 I 呢指的是什么意思？这个 I 呢指的是互动的意思，所以它是一个可以互动的 Python。然后呢，因为它是一个笔记的格式所以它就有一个 notebook， 所以就变成 IPYNB 那只要是这样子的文件通常它是用来建立互动式的这个 Python 的环境那这使用者呢，他可以在这个 IPYNB 文件呢去写一些这个 Python 程式码或者是添加一些文字说明，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它是一个笔记那在这个 Python 的程式码在上面，它执行完之后，它也会把它的这个执行结果直接显示在这份笔记上面那它使得这样子的格式作为这个教学或者资料分析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工具那 Jupyter 呢，它原本它本身是一个这个多语言程式的一个互动式的计算工具那它本身是有在做这些发展跟服务那最初就是它是这个互动式 Python 的分支就是说 Python 后来有人为了要让这个 Python 这个更好的去做使用，所以就有人发展了这个互动式的 Python。那这互动式 Python 里面其中一项功能就是这个 Jupyter 他希望说它能让这个互动式做得更好，那目前的 Jupyter 它支援多种程式语言除了这个 Python 之外呢，像这种 Go 语言Java 啦，或是这个 Ruby 基本上它都是有支援的。那它使得这样子的一个多功能互动式的计算环境让它变得非常的好用。那 Colab 呢，它原本也是加入在这个 Jupyter 专案的一部分那结果最后就直接由 Google 直接下去做接管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 Google 的 Colab 呢，基本上它原本是 Jupyter 专案的一部分，不过它现在就是 Google 自己在 maintain 自己在下去做维护了。那之前呢 Google Colab 它支援这个平台上面是有看到 R 语言不过像目前还有 Python 第二代还有这个 Python 3，目前就只看到 Python 就只剩下 Python 3了 ，Python 2已经移掉了Python 2已经移掉。然后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Jupyter 它里面有多种程式语言不过在 Colab 里面它就只支援 Python 它不支援 Jupyter 其他的核心其他核心功能是没有放在 Google Colab 上面的。好，那这个 IPY 的 Notebook 呢它基本上它是基于 Python 的互动式的指译器我们之前在之前的课，应该说在其他课程里面有提过。Python 呢，它不是使用编译器它用的是直译器那它在直译的过程中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程式码或者是它有一个程式码文件点 .py 的文件，它进到直译器呢，它就是从上面就直接由上而下的直接把它执行到完毕了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执行程式码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只是了解其中一段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呢我们希望呢为这一段程式码去做一些注记虽然我们在那个传统的程式码里面当然是有这个注记的功能可以下去做使用可是如果它一执行的时候，它就是从头到尾就一次就把它执行完了，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现在这个分段下去做观看如果说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应该只有开发者在开发阶段那使用除错工具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在写 Python 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做到同样的事情的话，现在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采用这种互动式指译器，
互动式直译器就是在你的程式码区段里面，你想要执行哪一段哦，它就会把那一段的程式码区段直接执行一次哦，执行一次。然后它执行的时候，就是把前端的这段程式码哦送往这 Jupyter 的后端哦，后端的那个 Jupyter 呢收到之后啊，他看到你这个是一个 Python 程式码，他就去启用 Python 的直译器哦，让它去处理哦，处理完之后呢，再把这个结果送到你的这个前端界面，你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执行结果。好。那对比原本的 Python 指令呢，就是 IPython 呢，它提供了更加的这个编辑跟互动功能。其实互动是比较重要的啦哈。那包含强大的这个自动完成及语法提示功能呢。自动完成跟语法提示呢，基本上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式码编辑器它必须要提供的一个好用功能。因为其实程式码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例如说函式啦、一些方法啦，或者是尤其是说明文件尤其是说明文件。当我们在上面去选用方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一定知道确切的这个方法的使用方式。我们需要它上面它可以去做一些自动完成这个说明提示啦，或者有一些这个语法醒目提示直接去协助我们来去那个完成这个一些这个程式码的功能不过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现在有比较新的这个程式码的 Copilot 这个经过 Copilot 的这个辅助跟协助其实我们在程式码撰写上面速度会更快好，那这个 IPython 的 Notebook 的文件副档，刚刚提过它就是原本我们是 py 档嘛，然后呢，因为它是互动式的，所以叫 IPy 因为它是 Notebook 它是写笔记用的，所以叫 IPynb 那照这样子讲它的文件呢，基本上它就必须要涵盖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文字笔记的部分一个是程式码的部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文字笔记文字笔记呢，它在这边它讲的是说，它是用一个 Markdown 的这个风格进行编写即使你是不了解什么叫做 Markdown 也没有关系所谓的笔记呢，所谓的文字笔记你就直接把文字你想要打的东西再打上去例如说，即使在一般的程式码里面，如果你要去打一些注记的话或是有打一些注解的话，通常我们就会直接使用注解符号嘛，直接标记在我们程式码里面它在这里呢，就是它多支援了一个 Markdown 的形式，可以让你的这个笔记不是说做得更漂亮那它可以让你的笔记变得更醒目或变得它更容易让使用者去注意到它该注意到的地方所以呢，它允许使用者去添加说明添加图片甚至连数学公式这里的数学公式呢，指的是 LaTeX 形式的数学公式所以如果说你本身这个熟悉 LaTeX 的话，那你经过这个 Markdown 的形式去写一个 LaTeX， 它就可以把你那个很漂亮的数学公式直接显示在笔记上面。好，那程式码的部分这个就没什么这个特别要去说明的，因为程式码的部分呢，在我们这个 IPy 里面基本上或者是说在 Colab 里面就只有 Python。就只有 Python。我们刚刚提到说，它可以去跑 Go 语言可以去跑 JavaScript 可以去跑 Ruby 在我们这边没有它在这里，因为Google Colab 把它拿掉了把它给拿掉了，因为 Google 它现在目前就是专心的在维护有关 Python 的这一块。好，所以呢，程式码部分呢，我们就是写 Python 程式语言然后呢，用于执行跟计算跟显示结果，都是在我们那个程式码区段里面在那个区段里面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Markdown。Markdown 这边的介绍，它是一种轻量级的标记语言哇，那什么是标记语言标记语言如果说你知道这个 HTML 或者是知道这个 XML， 它就是属于一种标记语言。所谓的标记语言呢，就是某一段文字内容，它的前后它的前后呢会有一个特殊的标记把它封装起来那这个特殊标记，因为以前我们这个如果有下标记的话，它总是要知道它的标记什么时候结束例如说 HTML5 的这个标准的标记它就必须要把它的所有的内容写在 HTML 的这个标记里面它就会有标记起点跟标记的这个尾巴就是那个收关符号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文字内容，它是一个有关这个标头那这个标头呢，你前后就要用这个标记语言，例如说 title 那你前面下一个 title， 那什么时候结束？那结束的地方你就要再下另外一个 title 表示说这个标记语言结束那之前有一个讲法啦，讲说这个 HTML 是写给这个浏览器的这个解读器让你呈现在浏览器上面，所以对于人类的阅读上面其实不是那么亲切所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些这个 HTML 的这个编辑器像以前有这个 Homepage 或者像这个 Dreamweaver那后来就有一些人去发展一些适合人类阅读的标记语言同时也可以让这个一些电脑或是一些机器可以去解读那个语言呢就叫 XML 叫 XML。可是
这种标记语言呢，基本上它还不够轻量级。Markdown 它为什么它可以号称成轻量级啊？就是说它的目标呢是使文字内容的编写呢更容易的撰写且阅读。像我们刚刚讲到，即使是 HTML 或者 XML 本身要先去了解什么叫做标记语言，然后呢，这标记语言如何把标记跟它的文字内容把它涵盖在里面。所以你要先读懂所谓的标记语言，你才有办法去解读里面的内容。在 Markdown 这个地方呢，它是以文字内容为基础，你希望去额外去上一些特殊的标签的时候，你只要用简单的符号去做标记就可以。也就是说，即使你不懂 Markdown， 你也是有办法去阅读它上面的文字内容。好，所以它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使文字内容编写呢更容易啦，更简单的撰写，而且要重点是人要能很容易的下去做阅读，同时它具备简单的格式化能力。所谓的格式化能力呢，就是说当机器或是当这个解读器看到这个符号的时候，它就会帮你展现成一个更好、更亲切的阅读方式。例如说，你某一段文字你要标注成粗体或者标示成斜体，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在那个 HTML 或 XML 里面呢，我们可能就要先去了解这个粗体的标签要怎么下。然后呢，下不是只下前面前面之外，后面也要下收官符号。好，如果是在 Markdown 里面它用简单的符号直接下去做标签，即使你不懂 Markdown 也没有关系你就直接把它当做没有看到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一个好的解读器的话，这个解读器看到就自动帮你去做格式化。好，所以 Markdown 它基本上就是属于什么易读易写，而且对于图片、图表、数学公式都有资源。好，那我们简单来讲一下我们现在常用的 Markdown 如果说你要去设计一个标题，如果你设计一个标题，我们刚前面有提到的那个标题，你可能是什么要下一个 title然后用一个标记语刮起来，然后后面是内容，内容完之后还有一个收官符号。好，在这个地方你直接用井字号。就直接用下一个井字号，井字号后面就是你的标题内容。那么那标题像我们在 HTML 里面可能有什么1阶标题、2阶标题、3阶标题、4阶标题，最多到第6阶所以我们就会下什么 H1、H2、H3、H4、H5、H6。好，那在 Markdown 里面它显示的就是一个井字号就是1阶2个井字号就是2阶你要第3阶就是下3个井字号，很单纯，你要几阶就直接下几个井字号就可以了它的表现或者它显示的话，直接有解读器直接在你的界面上直接下去做完成。好，如果说你需要使用项目符号的话，那你项目符号的话直接用减号，减号加空白后面就是你的内容然后换行你就可以换行再写下一个减号，那就是2个项目。好，然后也这样留一个空白，他才知道说这个是一个 Markdown 的符号然后你再把你的这个项目的内容把它写进去。好，那有一些人他这个有时候他的项目是有序列性的，是 screenshot 的，所以他会在上面去标1、2、3号。我们现在目前写的方式，你可能有这个某一些在这个纯文字上面撰写的习惯有时候你要特别下去做一些标示的时候，你可能也会使用相同的这些符号。例如说项目符号你可能会用减号，然后呢编号的话你就写第1点、第2点、第3点在 Markdown 里面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编号有时候顺序会调动，如果说你是在纯文字里面写的，那顺序调动的时候，那个1、2、3、4、4条上面排来排去嘛。好，如果你是在 Markdown 里面，每一个编号都是用1你只要写1就可以了因为它在展现的时候，它会直接帮你格式化成正确顺序例如说，你现在有第1点，你写1，然后呢某某某内容然后呢下一个你也是写1，然后再把你的某某某内容写上去，它在展现的时候，它就变成1跟2，它会自动变1跟2。好，那你的文字如果说要特别加上斜体那斜体有2种方式就是在前面跟后面打上一个星星符号它就变成斜体的。好，那有一些人他的斜体是习惯直接要放底线那也是一样，前面要有，后面也有，因为他要把那一段给标记起来，把那段标记起来。那如果去做粗体的话一个星星不够用就上2颗星星，上2颗星星也是一样，它的前面有星星，后面也要带星星这样子你的这个文字就会变粗体。好，那引用的时候，如果说有在使用 Markdown 去写一些文件的时候才会有机会使用到符号我们现在目前呢，在 Collab 里面会用到的就是标题项目符号，然后数字编号，然后呢少部分会用到斜体，少部分会用到粗体，引用真的是很少会使用到好，那我们这个有关这个 Collab 在这个 Jupyter 上面然后提到的有关 Markdown 的部分，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